恭喜天尊，仅用100年就飞升成功，不但5种属性圆满，还练成了法天象地。你这化神老头别拍马屁了，能让我修为突破炼气期的法子找到没？回天尊，您的灵根奇特，普通的修炼没法奏效。如今您都在3界无敌了，还在意炼气期作甚？无敌有个屁用！我修为炼气期，阳寿就跟普通人一样，只有100年之寿，算来明年就得嗝屁了。唉，想当年本尊在人界被各宗门拒之门外，也是因为一直无法突破炼气。要不天尊试试邪修突破？放肆！我徐烨乃是3界天尊，岂能邪修？也是，人界魔道的双修之术，着实有些荒唐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只要能突破，也未尝不可一试。小老早以为天尊准备好了。这是正魔妖人各族的顶级女修，只需双修7749天便能突破炼气。7749天，我可没这么多时间。一次修完，岂不快哉？月光洒在古老的村落，乳白弥漫残着你的轮廓。但听闻这双修之术对另一半体质尤为讲究，只有灵乳体方能对天尊有效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这来来回回都490次了。这灵乳体吧，小老找到最近的一位，就在山海宗，胸前有个桃花印记。你们麦芽宗这是何意？明明约定了斗法，却在半道埋伏。听说你们有天尊府的登船令，这机缘我们少主也想要。你们别欺人太甚！登船令可是老祖当年用毕生修为换来的，岂能说给就给？不给，那就别怪我们辣手摧花了。大师姐，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我们碎丹拼一条生路。冷静点，应该还有其他办法活下来，千万别冲动。刚才那4个结丹后期怎么没了？好像有一个东西掉下来了，把他们全砸死了。大师姐，看是天尊府的飞船。我们不救他吗？好歹他刚才算救了我们，一屁股坐死了4个结丹后期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估计他们是看到天尊府的飞船，所以收手逃走了。赶紧出发吧，要是今天错过登船，就没机会让天尊收我们为徒了。可我们不救，他马上就死了。他不过是肾虚昏迷罢了，不至于为了救他错失去天尊府的机缘。何况我已经用续命符保住了他的命。续命符可是高级法宝，怎么能随便用？你摘了干嘛？这下不救真死人了。是你救了本座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本座从来不喜欢欠人恩情。结丹后期，本座便赏你一场机缘，与本座双修一次，助你突破元婴，便算两清。上床吧。看来还摔坏脑子了。你什么修为，也配跟我们大师姐双修？大师姐可是结丹后期，想成为我姐的道侣，至少要有元婴。你又怎么知道本座没有元婴实力？你连腾空术都不会，还元婴？你要真有元婴实力，我穆小娇跪拜你门下，亲自给你当丫鬟。唉，为了救你这个虚男，
害我们错过天尊。分明是你自己要救。姐，你怎么帮外人说话？莫长老寿元将至，山海宗很快就成了没有元婴的宗门，那麦芽宗月底就来踢馆斗法了。区区一个麦芽宗，本座只需一个法天象地，便能灭其满门。你救了本座，本座必还你恩情，保你山海宗无恙。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。法天象地可是飞升仙界才能拥有的法术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本座便是你们一心要拜见的人，徐烨，徐天尊。是天尊府的灵气，这令牌是真的。你真的是天尊啊！一派胡言，这徐烨不过是个炼气期的废物，根本不是天尊。大师兄，幸好我刚用神识探查过他的修为，不然你们都要被这废物给骗了。听如今魔道又开始蠢蠢欲动，你这种低阶废物，为了找个宗门躲灾，竟然编出这么一个大话。若不是本座不能随意干预人界因果，就凭你方才那2句话，足以死上100次。你一个炼气期也敢口出狂言？知不知道我们大师兄是什么修为？那可是结丹中期。结丹中期便敢称强者，看来你们山海宗当真是没落。看在他救过本座的份上，本座可以破例加入你的山海宗。哈哈哈，你一个炼气期废物也想加入山海宗？对不起，我宗不收废材徒弟。本座可没说要拜师你，我说的加入是在山海宗挂个长老之位。你们弟子想学法术，本座都能教，不过只教女弟子，不教男。那化神老头说灵乳体就在山海宗，本座得找个由头接触女修士。太嚣张了！看来我不教训你，你都不知道炼气跟结丹的差距。张师弟，住手！法天象地。是我看错了吗？刚刚我好像看到了徐烨的法相。还打吗？你得意什么？刚才是因为大师兄使用巨剑术太高阶了，一时没控制住。对，我刚才只是大意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不然呢？你还真以为是你的法天象地奏效了？这么多双眼睛在这儿，都没看到你的法相在哪儿？放肆！宗门之内岂能随意斗法？莫长老，原来刚刚是莫长老出手了，还以为这小子真的会法天象地，差点又被这骗子糊弄过去。您休养出关的时日不是未到吗？怎么出来了？为师还是放心不下宗门。莫长老，此人整日吹嘘自己，想混进山海宗，徒儿正想为师傅你把关呢。你想修仙进山海宗，如今是何等修为？论修为的话，炼气10层。炼气期，无妨。我宗历派1000年，向来以有教无类为训。虽然你是炼气期，但只要心向正道，力求上进，山海宗也会赐你筑基丹，助你突破炼气的。没想到这老头修为平平，人品倒还不赖。从今往后，佩灵便是你的师傅了。我当师傅？为师元寿将至，这宗主之位，今日便正式传于佩灵。佩灵，徐烨是你接任宗主收的第1个弟子，可要好好守护啊！莫长老，本座没听错吧？让我当他的徒弟？怎么，我一个结丹后期当你师傅，你还嫌弃上了？你试着与徐烨催动同心诀，若是能触发，你们便结为道侣，或许能借此突破元婴。莫长老，您明明答应过让我与佩灵结为道侣，怎能把机会给这个炼气废物？就是啊，莫长老，徐烨一个炼气期，只会拖累大师姐。如今宗门第1要务是助佩灵突破元婴，此前机会也给过你们，可至今无人能与佩灵触发同心诀。
你二人速去房中，尝试催动吧。他一个练气期应该也不行吧？算了，就当走个流程吧。来吧。嘴上说不双修，身体却诚实的很。女人，印记。飞卢老头说过，林如体胸前会有一枚桃花印记，莫非此女子便是本座要找的林无地？哼！你竟敢扯为师的衣服！阴虫除了相信，脑子里就没别的了吗？住手！别以为我打不过你，我只是不想伤及无辜。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弟子，我答应了莫长老要好好护着你。你们山海宗的功法太低阶了，不必费劲翻找，本座不会学的。你想学，我还不想费劲教呢。真到麦芽宗来踢馆，你也指望不上。我这件噬金虫甲你拿着，至少能自保。这可是顶级法宝，你自己不留着用了？我可是宗门大师姐，保护你们，保护宗门就是我的职责。保护本座，这女人有点意思。山海宗，山海。这山海宗虽说宗门不大，灵石稀缺，功法也算不上顶尖，但收徒有教无类，还时常送药接济凡人。这山海宗怎么有点越看越顺眼？山海宗的，赶紧出来！雷少主，无故擅闯我宗，意欲何为？许久没看低阶比斗了，舞刀弄剑也别有一番趣味。徐烨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待会儿打起来，我们可没工夫护着你。一个炼气废物，就别在这拉低我们山海宗的档次。少废话，本少主已经突破元婴，今日特来与你们山海宗斗法比试。突破元婴了！魔道近日有复苏之兆，为集中力量对抗魔道，全南所有宗门都可以相约斗法。按斗法规定，你们输了就要并入我麦芽宗。凭什么并入他们？约定时间未到，我们不比。不比！而且方才雷少主自己说突破了元婴，此时山海宗接受斗法，岂不等于白送？你不比也行，反正合并你们宗门也只是想有人当炮灰。只要你们上缴宗门那100多个炼气弟子，本少主可以放你们一马。想让我山海宗的弟子当炮灰？雷少主，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元婴修士放在眼里了。莫长老，您老还没做换，本少记得您的元寿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吧？若你真要动山海宗分毫，老夫第一个便与你同归于尽。你别说我麦芽宗以强凌弱，身处其中，无论修为高低，皆被压制在筑基期。如此同阶比斗，总该公平了吧？身体好重啊！修为真的被锁在筑基期了。他怎么回事？为何能无视修为限界？莫非是什么隐世大能？少主，他好像只是练气期，还没到被压制修为的门槛呢。哼，练气期？你们山海宗是没人了吗？炼气这种废物也收作内门弟子？你已有取死之道。退至我身后，别在这儿添乱。不会吧？同阶斗法都不敢？要不这样吧，只要你们莫长老给本少磕3个响头，那本少主便大发慈悲，饶你们一命。欺人太甚！我穆小军来会会你。不可！
那山海宗的功夫果然低阶，不堪一击。你怎么样？以本少主看，你们山海宗就没必要存在了。像你们这种废物宗门，只会拉低我们玄南修仙界的水平。这仙界阵法似乎在暗中侵蚀山海宗的地脉灵力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你们若还想保住宗门根基，就立刻带所有弟子撤离。你个炼气期废物，就知道逃！若是我们都走了，那跟拱手把山海宗让人有何区别？雷少主，别太嚣张。下一个，我上！大师兄不会是山海宗第一剑修？同阶斗比的是天赋，若只论天赋资质，我张凯可不比你们这些靠弹药灵石堆起来的修仙世家子弟差。不对，张凯，刚才明明占据上风，怎么会突然惨败？刚才那股灵力绝对有结丹期。雷少主，你并未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在筑基期，那算你们麦芽宗输了。你们作弊，不守规矩！不跟你们闹了，刚才那根本不是修为陷阱，而是本少主布下的噬魂大阵。居然是噬魂大阵！这可是禁忌之术，能在阵法之内将亡魂转化成自己的修为。雷禅，你宗门斗法，你居然使用禁术！什么禁术不禁术？能变强就是好法术。本少循规蹈矩，苦修数十年，迟迟无法突破元婴，可修此禁忌之法，不到1月便已攻成。哈哈哈！看来人界是没救了。魔道屠戮生灵也就罢了，连正道也是一副不择手段的嘴脸。麦芽宗身为玄南千年正道宗门，岂不知禁术是如何残害生灵、祸乱人间？弱肉强食本就是这世道的法则。既然你不愿交出宗门，那就化成亡灵，成为本少主的养料吧。血灵斩！这是什么呀？啊！裴灵，师父的灵力所剩无几了，这是师父压箱底的传送阵，你们赶紧合力催动，趁机逃跑，保住宗门根基，别管我了。我长老。哦，竟然有如此不惜命的元婴修士。今天你们都得成为本少主的养料。桃花印记，我要找的人真的是他。哈哈哈！禁术邪修就是快，你们今天都跑不掉了！哈哈哈哈！必须有人留下断后护法，否则谁都走不了。那谁留下？大师姐，你应该最清楚，只有让低阶弟子留下断后，才能保住山海宗根基。没错，
必须保住山海宗的根基。果然，跟我当年在人界当外门弟子一样，宗门遇到生死危机，第一个推出去永远是低阶弟子。必须保住山海宗的根基。你们走，我留下断后。原本是想等你为宗门立功再赐予你，以后我不在了，你可不能偷懒，莫负了宗门对你的期待。煮鸡蛋。大师姐，你要碎丹？大师姐，万万不可！碎丹后，肉身会焚成枯骨，神魂会化为灰烬。是啊，大师姐，平日你最清醒了，这次你怎么糊涂了？正因为我是大师姐，我必须守护好宗门任何一个弟子。行了。冲你这句话，这山海宗有徐业宝了。本座见过太多修仙宗门的虚伪，平时高谈仁义，遇事仙气弱小，只讲强弱，不讲情义，只看利弊，不问善恶。本以为这人界不可救药了，但没想在有生之年，居然见到不嫌弃炼气期弟子的长老，不抛弃自己弟子的宗门。哼！你一个炼气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本少主面前？赶紧滚一边去！本座既然收了山海宗的筑基丹，以后便是此宗一份子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徐烨，你给我下来！你是我穆培林收的第一个弟子，我绝不能让你有事。对面可是元婴期，你上去想找死吗？在人界，元婴期就是顶尖存在。别自不量力！一个筑基丹就值得让你豁出命令。要知道，在这噬魂大阵之下，我可是最强元婴。谁跟你论元婴？有什么话跟我的法天象帝说吧。法天象帝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还是5种属性的法相，我的噬魂大阵被撑破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个炼气期怎么会有法天象帝？聒噪！法天象帝在人界威力还是太大了，难以避免伤及无辜。本少就知道你这就是障眼法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不对，我的元婴修为呢？我怎么变回结丹期了？我辛辛苦苦修来的元婴呢？怎么没了？少主，会不会是少主禁术上的邪修功法不够正宗啊？妈的，果然邪修不可靠！我可是花了1万灵石买的功法，被北木那帮混蛋骗了。本座今日只废你邪修修为，若再敢沾染半分，便废你整个麦芽宗！你一个炼气期，也敢在本少头上装腔作势，不要命了是吗？本座数到3，若3息未卜，尽皆杀之。3，我就算没了元婴，杀你一个炼气期废物，也绰绰有余。2，去死吧！1。齐烨，你不想活了吗？你跟他差了2个大境界，挨他一掌，你必死无疑。本少主只是想杀他解恨，你这么拼死护着这个炼气期废物，图什么？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弟子，我自是要护着。这女人倒是迫不及待想在本座面前表现。可恶！方才微步噬魂大阵消耗太多，此刻不宜久战，只能先撤。今日本少主先放你们山海宗一马，但你们也别得意太早。
北魔女魔头已经动身，第2次正魔大战即将开打。届时，所有没有元婴坐镇的宗都会被推上前线当炮灰。你们山海宗不愿并入麦芽宗，就等着在前线死绝吧！哈哈哈！莫长老怎么样了？莫长老灵力耗尽，怕是已伤及根本，如今只剩一缕元神吊着性命。这么说，山海宗真的成了没有元婴的宗门了？那不久之后，我们岂不是真的要被送去前线当炮灰，宗门也要覆灭了？放心，本座不会让你们当炮灰的。本座现在就让飞卢老头把山海宗安排在后勤方阵便是。飞卢老头，你说的是天尊府的飞卢府城？正是。害我还真信了。飞鹿府城可是天尊座下首席府城，除了玄南3大宗门的长老，寻常人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本座就是天尊，我让他来，他岂敢不来？又来了！自从上次摔下来，就整天念叨自己是天尊。方才本座以法天象地撑破噬魂阵法，你们可都亲眼所见，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分明是那雷禅技术邪修不精，阵法自己崩的。你倒好，动动嘴就想抢功，我好歹还上台硬拼了几招呢。都别闹了！如今莫长老重伤垂危，宗门必须尽快有人突破元婴。可惜昨日错过了面见天尊的机会，眼下只剩一条路：3宗比剑大会。3宗比剑，小宗门为求立足，向来相互结盟。与我山海宗世代交好的是九州宗和点众宗，3宗每10年举办一次联合交流，选派弟子进入境界取宝，以增实力。明日便是此届比剑之日，若能夺魁，便有机会获得结婴机缘；即便不能，也要寻得天才地宝，救醒莫长老。大师姐，方才噬魂阵法被破时，那股威压，好多筑基期的师兄弟都被震伤了灵根，修为都废了。对，那一刹那我也感到一股恐怖威压，若非我是结丹修为，怕是也要伤及灵根，遂废修为。那怎么办？整个山海宗能参赛的，就只剩大师姐、张凯师兄和我了。本座的修为又没废。你那炼气修为，废不废有什么区别吗？尽力而为吧。修为尚在的弟子，明日卯时集结，出发参加3宗比剑大会。灵如体，本座终于找到了。既然你们明日要入秘境寻宝，本座想今晚让你帮我突破炼气期。行吧，今日你也算一同守护了宗门，就当奖励你们。还是本座来吧。本座会尽量快些，不耽误你休息。徐烨，脑子里除了双修就没有半点正经事吗？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刚才明明答应帮我突破炼气期。我说的帮你突破炼气，是要送你提升修为的灵草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是那个草。我同你说过多少遍了？想突破修为，必须走正道。只要你心向正道，积极向上，修为自会突破。没用的，本座试过无数方法，都破不了这炼气期。我是不是对他太严厉了？他毕竟只是炼气期，我这般苛责，只怕会毁了他的道心。还是给他点希望吧。想跟为师双修，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？只要你为宗门立功，为师便给你一次机会。说话可作数。当然，只要你明日能帮宗门赢下3宗比剑大会，便算立功。好，明天本座就帮你们拿下第一。
哪有那么容易？数百年来，山海宗从没赢过一次，一直都是三宗里最差的一个。晚了半晌才出现，你这老头不想干了？天尊大人，您不在天尊府的这段时日，可把小老忙坏了。北漠魔道不日便要大举进犯玄南，玄南3大宗门的长老都在四处寻您，求您出手相助。本座正事要办，没空理会这些闲杂事。有比正魔大战还要紧的事。与九州宗、点众宗的比剑大会。啊，那俩芝麻小宗怎值得天尊亲自下场啊？玄南3大宗门的长老都在找您的下落。那你帮本座拦着他们，在突破炼气之前，本座绝不回天尊府。此处便是五行禁地，乃上古10大禁界之一，切记勿乱走，否则他可能触发禁忌，被困出不去。大师姐，为何非要带徐烨这个炼气废物？被另外2宗瞧见，还以为咱们山海宗没人了呢。那2宗有很多原因，元婴都是长老级别，不参与比试。但往年参赛的全是结丹巅峰，最差的也是结丹后期。咱们这边就只有大师姐是结丹后期。这次比试尤为艰难，点众宗的天才孙承业，修为虽在结丹，实力却早已到达元婴境，是此次最难对付之一。九州宗乃剑修世家，虽无修为极其民间者，但门人皆精通杀伐之道，极为难缠。于门主的剑阵威压又比上次犀利了许多，看来今年头名非九州宗莫属。成业道友过谦了。听闻点众宗上月又有一位长老成功结婴，底蕴愈发深厚。依我看，今年第一是贵宗的囊中之物才是。今年第一是你们囊中之物。真是看不惯这2人的嘴脸，人前嘻嘻嘻，比试时比谁斗得都狠。让他们笑吧，等比试开始，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你们都认真些，此次比试对山海宗至关重要，只要不是最后一名，便算不虚此行。老规矩，3宗比试剑阵，以推动武灵杯的距离定输赢，依次决定五行禁地的分宝顺序。今年恰逢五行灵树100年结果之日，此树灵果对结营有莫大好处，因此孙某提议，今年第一应多分2成宝物。多分2成？禁地宝物就这些，第一名怎么多分？这个简单，最后一名少分2成，不就匀出来了？往年最后一名也就分2成多一点，再少2成，岂不是等于什么都拿不到？既然有争议，那便3宗投票决定。我们九州宗赞成最后一名少分2成，点众宗也赞同，2票对1票。那么今年最后一名便少分2成。原来他们早串通好了。吃相真难看，3宗联合本是相互扶持，现在竟然把我们当寻宝的垫脚石。事不宜迟，便由我九州宗先开始吧。剑阵不是1人便能启动吗？你个炼气土鳖懂什么？剑阵可是大杀招，就算元婴期也不能独自开阵。赤炎剑阵，开！九州宗主修火属性，火为5属性中攻击最强，最容易产生异变。那若同时用2种属性的剑阵，比如火属性和土属性，岂不是更容易推动这座武灵碑？话虽如此，可一门属性需数十年方能小成，天资不够强行兼修，
只会一种都修不好。我们山海宗的木属性偏治疗和防御，比剑阵太不公平了。喂，练气小子，你是哪种属性？本座刚掌握火属性的法相。刚掌握，那连小成都不算。得，真是啥也指望不上你。徐烨，待会儿你便在一旁输送灵力，辅助大家就好。让本座辅助你？炎魂突刺！居然推动了3尺。于门主的功法又有精进，竟比上界还多出半尺。地狱魔道在即，九州宗不敢懈怠。孙门主，请吧。才2尺半，幸好未超3尺，看来仍有希望争第2。哼，千浪剑阵，开！水属性，却是双属性剑阵。程叶兄不愧为点中宗100年一遇，不，应是1000年一遇的天才。这就1000年一遇，足足4尺，差距太大了。这次我们彻底没希望了。点中宗救下4尺佳绩，这分灵果自然由程叶兄率先挑选。那在下就却之不恭了。山海宗还未必，你们这就开始分宝了？你们山海宗最好成绩也才2尺半，还有比的必要吗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山海宗，而是木属性在5行中攻击性最弱。哦，那你们又怎么知道我们这次只使木属性的剑阵呢？敢问道友尊姓大名，何等幽灵？此乃我穆佩林的首席弟子徐烨，此番带他前来，只为历练剑舞。原来是练气气，方才听那口气，还以为是什么元婴大农呢。赢你们还不至于用到元婴修为，指望2位遵守诺言，第1名可多分2成宝。就是，比试还没开始，你们怎知我山海宗拿不了第1？就是，待会儿我们山海宗拿了第1，你们给我哭！说完就跑，真是。虽然我平日极其厌恶徐烨这装货，但能恶心到那2个宗面前的仇人，看着又顺眼了几分。好了，专心准备布阵。青竹法阵开！去！武灵杯分毫未动，山海宗莫不是要破历届最低纪录？禁地开启的时辰有限，别在这浪费大家时间。偷偷补2道属性的灵力，应能助山海宗反败为胜。动了，武灵杯动了，还不够，以现在的灵力还差得远。原来是你这练气小子的灵力太杂，搅乱了剑阵。勉强能有1尺吧。真是浪费我等时间，赶紧把宝物分了，我还要回去修炼结婴，备战魔道。怎么回事？禁地为何突然开始闭合？莫非是魔道异动，导致了禁地的强制收缩？那岂不是说，我等都要随着禁地一同湮灭？眼下唯一的生路，便是在武灵杯上凿出一丝缝隙，借机遁逃。
碑乃上古神物，便是推动都已极难，何况凿出缝隙？实在不行，只能一同舍弃一个大境位的修为。众人以元神陀穿石，强行逃离禁闭了。好，什么？凿块破石，还得一同搭上修为。且慢，让本座来试试。徐道友，你莫不是舍不得自己的修为吧？你那炼气期的修为没了又有何痛惜？许夜，禁地马上就要彻底收缩了，再不一起突围，我们都会被湮灭在这里。区区一块破石，也配让本座折损修为？传出去被魔道知晓，本座颜面何存？破石，你这炼气小子简直无知可笑！武灵碑乃上古10大神物之一，其坚固非蛮力所能毁，唯有五行功法同出，方可破之。许夜，这时候就别装了，赶紧和我们一起运转元神之法逃生。对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何况咱们里头的牺牲，最不亏的就是你吧？禁地即将收缩完毕，别管这炼气之徒了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徐烨，赶紧跟我一起走，你是山海宗一份子，我不能看着你死在这里。佩灵，本座答应过你，要帮你突破元婴，如今要你修为倒退，本座绝不允许。太高阶的法术可能会误伤众人，只好用剑阵。五行剑阵，开！什么？徐烨一人就催动了5个剑阵？怎么可能？我孙承业乃千年一遇的天才，也不过修成2种属性。你一个炼气期，怎么可能拥有5种？一人催动1座剑阵，已是登天之难。你竟能一人催动5座？徐前辈，您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本想多听你们宫闱之学，奈何禁地时间所剩无足。今日便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天才。即便压制了9成实力，威力还是太大了。3个宗门里，也就这2个接近元婴的小辈还能勉强站立。灵碑碎了。世界能同时将5种属性修至大成者，唯有一人，那便是晚辈于海，拜见徐天尊。天尊，晚辈拜见天尊。方才本座救了你们2宗的性命，讨些宝物，不过分吧？天尊若有看上的宝物，晚辈于海愿全部奉上。对，全部奉上。哎，本座并非魔道匪类，岂能恃强凌弱，全数取走？只需把5行灵术的所有灵果交于本座即可。啊，所有灵果？这跟强有什么区别？还不如魔道呢。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晚辈这就为天尊摘取。天尊，这树上的灵果全都不见了。是麦芽宗的雷少主把灵果全都拿走了。雷少主，他们凭什么抢我们的灵果？雷少主的二伯乃3大宗之一的长老，更是上一届抗魔联盟盟主。正魔大战，我们2宗还得听他二伯调遣。雷禅，又是你这厮竟敢坏本座好事！本座尚有要事处理，今日之事，尔等不准向任何人泄露半个字。天尊有何要事？晚辈于海愿鞍前马后。不必，本座要办的事，你们帮不上。求天尊给晚辈于海个机会，效犬马之劳。俺也一样。滚！是。等等，把其他宝物留下。是。
佩灵，你醒了。方才是不是我的错觉？我好像看见你催动了五行剑阵。肯定是错觉，灵果都被那2宗拿走了。若许月真能催动五行剑阵，怎会一颗灵果都没留下？这次3宗比剑虽未能夺得结阴灵果，好在得到了能救醒莫长老的天才地宝。你便是山海宗如今的执事。山海宗穆佩灵拜见抗魔盟使力大人。抗魔盟有令，正魔大战在即，需整合玄南各宗资源。山海宗3天后纳入3大宗之一，听候调遣。山海宗要强行纳入他宗，说好听是纳入大宗族，实则就是要咱们去当正魔大战的个炮灰。山海宗立派1000年，凭什么说纳入就纳入？不纳入也行，要么你们现在出一个元婴，要么拿出立宗玉蝶，否则就听候天尊府调遣。果然，没有元婴的宗门，在玄南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若是能拿到立宗玉别，或许还能保住山海宗。立宗玉别，这事简单，本座让人送来便是。你想要几个？3大宗门代管的立宗玉别是天尊府发放的，难道徐烨你在天尊府认识人？认识个老头吧，本来上次想让他来见你们。嗨，认识个老头能有什么用？他能拿到立宗玉蝶？我当你平日这么能装，还以为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，估计你口中的老头，也就是天尊府看门的大爷。好了，立宗玉蝶的事，回宗在从长计议。府城大人，您到底何时带我们去拜见天尊？与北梦魔道大战在即，我斗阴宗急需找天尊兑些顶级灵石，不然抗不住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都别催了。3日后，抗魔盟拍卖会在天尊府附近举办，到时天尊应该会回来看看。莫长老醒了。这些时日，辛苦佩灵制成山海宗了。老夫如今已是伪元婴之躯，帮不上什么忙了。佩灵无能，未能带领宗门在3宗比剑大会上赢下灵果结阴，致使宗门将被迫纳入他宗麾下。千年山海宗或将不保，请长老降罪。不怪大师姐，是小娟平日修炼不刻苦，才拖了后腿。是弟子没发挥好，让山海宗击败另外2宗。这怎能怪你们？宗门自有宗门的定数，怪不到任何人头上。你们尽力了就好。山海宗能出你们这几个弟子，为师已经无愧对宗门老祖。眼下唯一能保住山海宗的办法，便是拿到立宗玉蝶。那事情倒也没那么糟。老夫这些年在玄南行走，也算攒了些人脉。与3大宗门之一的斗炎宗有些交情，正巧抗魔盟拍卖会在即，老夫带镇宗之宝木灵骨去找斗阴宗主换一枚立宗玉蝶，应不是什么难事。太好了，没想到莫长老竟有3大宗门的人脉，不像某些人只会吹牛。这次就由佩灵随我同去。是长老。佩灵，把徐烨也带上吧。这次拍卖会机会难得，能让他长长见识。若他此生都突破不了炼气，怕是只有这一次开眼界的机会了。是。蓉儿，你在此代表斗云宗恭迎天尊，切记万万不可有半分怠慢。咱们斗云宗能不能压过另外2大宗门，当上抗魔盟的画室宗门，全看你今天的表现了。终于能一睹天尊尊容，孩儿定不负父亲所托。为父活了500余年，也不过见过天尊2面，今日得备些厚礼，好让天尊记住我斗阴宗。切记，万万不可怠慢。原来是斗阴宗梁少宗主，在下山海宗莫言，见过少宗主。山海宗，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宗门。你谁啊？少宗主贵人多忘事，
300年前，莫某曾与令孙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时还赠过您一本修炼功法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原来你们宗门还在啊！少盟主贵人多忘事，我天尊与3大宗门的福，玄南这200年来安定太平，山海宗侥幸仍能立足，收徒传教。只是今日宗门却遇难事，还望少宗主念在莫某与令分的旧情，允许在下用山海宗至宝木灵换贵教一枚立宗玉蝶。卖你一个韦元英的面子，倒也不是不行。只是本少主近日正缺一名侍从，你身后这位女修，我见犹怜。若她答应当本少主的宠妻，本少主便替家父做主，跟你换着玉蝶。这位可是山海宗的继承弟子，怕是不妥。你们山海宗都快没了，还继承个屁！佩灵，你若为难，大可不必答应，为师再想别的办法。莫长老，你我心里都清楚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要能保住宗门，穆佩灵什么都愿意。你要想清楚，当了侍从，便再无地位可言，连自行修炼的资格都没有。只要你现在点头答应，本少主即刻给你立宗玉。我答应。慢，这是本座不答应。徐烨，你疯了！对面可是元婴中期，跟你之前碰到的那些人完全不是一个层级，哪怕莫长老修为还在，也对不住你啊！可是我还没跟你双修呢，怎么能让你去做他人的宠姬？这位是？这位是佩灵的徒儿，入世未深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不会说话，让少宗主见笑了。见笑？那你见我笑了？少宗主大人大量，他不过是个炼气期小辈，您贵为元婴中期巅峰，若是跟炼气期计较，传出去，怕被人诟病。哦，是吗？可本少主怎么看他都不像炼气期，莫不是隐藏了修为？不如跟本少主切磋切磋，让本少主看看你的实力。少宗主，天尊府门不能用法术，何况今日是抗魔盟拍卖会，惊扰了天尊可不好。既然不能在天尊府斗法，那比拼一下神识如何？反正比拼神识不会伤及肉身。比拼神识？徐烨，你千万别答应！比拼神识虽不伤肉身，可修为只需差2个小境界，便可能一时销毁，变成痴傻之人。知道了。那本座便只用元婴后期的实力会武他。徐烨，本座答应跟你比拼神识，不过得加个条件，你若输了，不但要交出立宗玉蝶，还要给莫长老赔礼道歉。哈哈哈，你这炼气小子居然还敢加注！少主阿谀你几句，不过是找个由头收拾你，听不出好赖话吗？这就是元婴中期的神识吗？竟强大如此！什么？哦，你已经发动神识了吗？本座怎么半点感觉都没有？怎么回事？莫非这小子一点修为都没有，所以对神识毫无反应？还以为你能给本座一点惊喜，太失望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徐烨赢了元婴中期。这一丝神识是天尊，天尊回来了！狡猾的炼气小子，本少主跟你比拼神识，你竟敢用法术偷袭！方才本座用的就是神识，若是用法术，你不可能还活着。神识怎么可能把我掀飞在地？分明是你耍赖！你自己修为太低，无法做到神识化形，怪得了谁？一个炼气期，居然敢说我修为低！既然神识比试你输了，
就愿赌服输，把立宗玉牒交出来，然后给莫长老磕3个响头。少宗主莫生气，莫生气，这对赌的事儿哪能当真呢？不过是小孩子玩闹罢了。莫言，本少主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故意找个炼气期来捉弄本少主是吧？好，这立宗玉牒你们别想要了。待会儿见到家父，我必让他把你们山海宗扔到正魔大战的最前线，让宗门每一个弟子都沦为炮灰。少宗主，误会一场啊！我们当真是来换玉牒的，绝无捉弄之意。菊叶他只是玩心过重，绝非有意冒犯。你父亲若冒犯山海宗，我徐烨就把斗阴宗从3大宗门里除名。你居然说要把斗阴宗除名！连3大宗门都不放在眼里。莫言，你们山海宗可真是收了个好徒弟。徐烨，快给少宗主赔个罪！修仙不单是打打杀杀，更是人情世故，见到台阶得知道下呀。对啊，徐烨，只要你肯道歉，我想少门主大人大量，不会跟你一个炼气期计较的。别，你们千万别让他道歉！你们山海宗这下可是得罪了3大宗门，等我家父来了，就算你们把头磕破了，也休想善了。就算你家父来见了我本座，也得磕一个。少宗主，这里可是天尊府范围，动用法术会被治罪的呀！滚开！今天就算天尊来了也没用，这个炼气小子的命，少祖要定了。徐烨，你这次闯下天大的祸了。放肆！谁让你们在天尊府使用法术的？不是叫你在此拱候天尊吗？你看看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把纸卷收起！父亲，是山海宗带人来闹事。山海宗？山海宗莫言拜见斗阴宗主。今日之事，真是一场误会啊！哼，误会？他用法术把我打伤，也是误会？宗主息怒，山海宗愿以至宝木灵骨赔罪，求您看在与我师尊的交情，此事能否善了？就凭你家师那点交情，想抵我孩儿受的伤，赶紧把伤我儿之人交出来，以免牵连你们整个宗门。今日是我徒儿闯的祸，要怪罪，便怪罪我管教无方，我来替他担责。担责？在天尊府动用法术，便是不敬天尊的死罪。你拿什么来担？赶紧把人交出来，我当场治这狂徒的罪。梁非凡，你要治本座的罪，看来你们斗阴宗是不需要天尊府的顶级灵石了。这声音，你个炼气狂徒，竟敢直呼家父名讳！斗阴宗梁非凡，拜见天尊。父亲，你跪他干什么？他就是一个炼气期的废物。天尊，龙儿休得无礼，赶紧跪下！父亲，他真的只是炼气期，不可能是天尊。孩儿方才用神识扫过他的修为，只有炼气10层。不信孩儿现在跟他斗法，让他露出原形。哦，你确定要跟本座斗法？你这臭炼气的，真以为刚才赢了我？混账东西，你是想找死吗？竟敢提出跟天尊斗法！天尊大人有大量，莫要跟犬儿一般见识。听说你们3大宗门组成的抗魔盟想吞并本座道侣的宗门。谁是你道侣了？我可是你师父。误会啊，天尊，小的实在不知他竟是您的道侣。你现在身上可有立宗玉牒？有。天尊大人，请收好。
既然天尊大人拿了玉牒，不知可否给斗阴宗兑些灵石？拿你点东西就讨价还价，罢了，不要你。不敢不敢，天尊大人快收下。那个拍卖会的入场门令，你是不是也有？拍卖会的入场门令有是有，但小的只有一个。天尊大人，请收好。哼，走吧。我们就这么拿走了？不然你还想赏他2巴掌？不劳夫人动手，小的立马代劳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这许烨应该是有点家世背景，唬住他们，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赶紧走吧。恭送天尊大人。哎呀，雷少主，你就会拿我打趣。我就喜欢你这样。梁宗主，您跪他们干什么？贤侄，刚刚小儿羽绒不小心得罪了天尊，好在天尊拿了玉牒和拍卖会的入场令后，不计较了。哎呀，梁宗主，那徐烨根本不是什么狗屁天尊，你们被他骗了。此话怎讲？那徐烨我跟他教过时，只会一些障眼法，根本没本事。就爱装自己是天尊，到处招摇撞骗。什么？你说徐烨是假天尊？爹，我都说了他是炼气期，你还不信？哎呦，我的拍卖会入场令被他骗走了。梁宗主莫慌，我正好要去拍卖会，到时候我帮你狠狠教训那徐烨，替你出这口恶气。那就有劳贤侄了，顺便替我向你二伯问声好。既然有机会进到拍卖会，佩玲你就带徐烨见见世面吧。是。这次交易户是正魔大战前最后一场拍卖会，估计会有不少奇珍异宝，正好可以长长眼界。为师先回宗里安顿事务，记得照看好徐烨。这次拍卖会听闻有星辰玉露，正好能帮你师父恢复元婴之躯。星辰玉露，那可是仙界才有的宝物，在人界算得上是至宝中的至宝。你居然想打玉露的主意？灵石本座倒是带了些，徐烨，这次出门急，带的不多，也就20-30万。你知不知道星辰玉露是这次拍卖会的镇场之宝？不少世家大族就是冲着这宝物来的。你这20-30灵石，连别人出价的零头都够不上。再说了，这种场合下品灵石，人家根本不收，你还是收起来吧，别闹笑话。雷禅，山海宗一个下九流的小宗门，平日里凑够维护宗门的灵职都够呛，哪有多余的灵职来拍卖会？这个废物徐烨就更不用说了，一个炼气期弟子，宗门月俸撑死也就3个灵石，说不定还是最劣质的下品灵石。他们来拍卖会根本买不起任何东西。我是抗魔盟的商会长，你们2个要是不拍宝，就把入场名额让给别人。正魔大战在即，别在这耽误大家争宝。对，拍不起就趁早滚。就是，谁说我们不拍东西？今天这场可是高阶拍卖会，最便宜一件宝物的起拍价也要100灵石起步。你拍得起吗？就是，小宗门就别冲大头了。今天拍卖会还有其他域外的世家在，
你们可别在这里丢我们玄南的脸目。雷禅，你们别太过分。这场拍卖会，既然我们来了，就一定会拍东西。好，要是你们一件不买，就是丢了玄南的脸，到时我就如实禀报我二伯，让你们山海宗不保。欢迎各位宗门世家代表莅临本次抗魔盟拍卖会。诸位今日前来，都是冲着仙界的星辰玉露。为了节省诸位宝贵时间，本会场决定直接将镇场之宝作为第一件拍卖品。这也太壮观了吧！真是大开眼界啊！仙界宝物果然不同凡响。听说普通人只需舔一滴，便能直接筑基。少主，人家想要。放心吧，我二伯乃是上一届抗魔联盟的盟主，灵石要多少有多少。赶紧开始吧！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宣布，这瓶星辰玉露起拍价为3000灵石。起拍就要3000灵石，那最后成交价岂不是要好几万？品质差了点儿，但也凑合吧。哼，凑合！我看你这个炼器废物根本就没见过真正的高阶宝物吧？也配评价星辰玉露？本座飞升后在仙界喝过2瓶，对恢复灵力确实有些帮助。你喝过，还2瓶？哈哈哈哈！我二伯元婴巅峰的修为也就有幸尝过一口，你这个炼器废物竟然如此不要脸，说自己喝过2瓶？就是。拍不起就别在这儿酸，丢山海宗的脸就算了，还把咱们玄南的脸都丢尽了。徐爷，现在山海宗能动用的全部灵石加起来也就2万左右，说不定我们还有一点机会。3100、3100、3200、3200、3300、3300、3400、3400一次，3400两次，5000灵石，直接加到5000。哎。雷禅不愧是玄南大族世家，出手就是阔绰。要拍就赶紧出价，不拍就……不是吧？少主都1000的加，你居然只加100，真不怕丢人？哎，落魄小宗门嘛，咱们得体谅。万一喊高了给不起灵石，那山海宗1000年的脸面可就一次性丢光了。哈哈哈哈！谁说加100灵石了？本座说的是。出价1万，1万灵石。山海宗代表出价1万灵石。菊叶，你刚刚没听我说吗？山海宗现在能拿出来的灵石最多就2万。不是你说成交价要好几万，1000的叫，得叫到什么时候？但也不能1万1万的叫呀，万一有人跟价，我们还怎么出价？算了，先看看吧。拍卖会可不是耍嘴皮的地方。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，方能笑到最后。11000，还好只加1000，那我2万，2万，星辰玉露已经报价到2万灵石。徐烨，你故意抬价搞我是吧？要么你出价，要么你……徐烨，我最多真的只有2万。本座知道，知道你还1万1万的喊，万一我们拿不出灵石怎么办？放心，本座心里有数。2万一次，2万2次。少主，你怎么能忍那个炼器废物这样嚣张？好，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2万5，2万，2万5，2万5，没希望了。3万，3万。山海宗代表出价3万灵石，还有没有跟价的？徐烨，你父母哪有这么多灵石？万一没人跟价，我们怎么办？徐烨，你要跟我玩是吧？老子今天跟你拼了，4万。还好有人跟价了。徐烨，你千万别再出。5万。本少主要投诉，这个炼器土鳖就是来捣乱的，哪有人1万1万的出价？不能1万1万的出价吗？能是能，就是
有些少见。少主，你快出价啊！别让那个土鳖压你一头！啊！出你个头！5万灵石，买下一个宗门都够了。还有没有人跟价？5万第一次，5万第二次，5万第三次，成交。星辰玉露属于山海宗，有请山海宗代表上台取宝。他们山海宗现在最多只能拿出2、3万灵石，根本不可能支付今天的拍卖。那个炼器废物就更不用说了，身上最多20、30灵石，说不定还是下品。徐少主说的可是事实？是，我们目前只有2万灵石，但我们可以先支付2万，剩下的3天内一定凑齐。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还想分期付款？被域外世家看到，还以为咱们玄南所有宗门都像山海宗这般穷酸。没有灵石也敢乱喊价，太不把我们拍卖行放在眼里了。哼！且慢，谁说我们拿不出灵石？徐爷，我发现你是真能装，穆佩灵都说不够了，你还拿什么装？他拿不出，本座哈哈，你是说你一个炼气期的低阶修士能拿出5万灵石？你知不知道5万灵石什么概念？能买下2个山海宗了。你们若今天拿不出5万灵石，我必向天尊府禀报，请天尊处置你们。哟，都不用我出手，山海宗就要完了。到时本少主低价收编山海宗，再慢慢整死你们俩。刚才让你收敛点，你偏不听，现在整个宗门豁出去都帮你兜不了底。放心，山海宗的底，我徐丁来兜。这里有20万灵石，只多不少。徐爷，你说你有20万灵石？这次出门急了，只带了20。这袋灵石不用找了，剩余的就当本座包下拍卖会所有宝物，让其他人离开吧。居然包场了整个拍卖会，口气真大呀！这人到底是哪个世家的子弟？我之前从未见过。慢着，你说有20万就有20万，好，不信，那你敢跟本座对赌吗？赌就赌，本少主就不信你有20万。别忘了，这里可是高阶拍卖会，只收上品灵石。你一个炼气期，哪来这么多上品灵石？待会儿清算后，你若没有20万上品灵石，你们就输了。山海宗就要归编到我麦芽宗门下，而你徐烨就炼化成肉泥，做我二伯领储的饲料。要是你输了，就当着所有人面给穆佩林跪下赔罪，掌嘴。徐烨，你别跟他赌，他们要的是上品灵石，没必要为了一口气把自己的命搭进去。这口气很有必要。怎样？那徐烨的灵石根本不是上品吗？确实不是上品。我就说了，你一个炼气期怎么可能有上品灵石？100个下品灵石才能换一个中品，100个中品才能换一个上品。就算你有20万下品灵石，撑死也就20个上品灵石。我的眼！这灵石怎么比上品灵石还要亮？哎呀！徐大人这20万灵石不是上品，而是极品。什么？极品灵石？那可是天尊府才有的灵石啊！徐烨，你居然有20万极品灵石！既然见着了20万灵石，那就愿赌服输，给佩灵下跪赔罪。不可能，这些灵石肯定是假的。会长，你别被徐烨的障眼法骗了。他连法天象地都能伪造，更何况灵石？99成稀罕品，这绝对是极品灵石，错不了。会长，徐大人，刚才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失礼了。若徐大人真的要包圆拍卖会，小的可以给您最大的优惠。恢复一下。本座还是喜欢万才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原来徐烨是哪个富家世子，难怪平日里这么能装。徐大人既有如此财力，
我以会长的名义推荐山海宗竞选抗魔联盟的第一宗门。第一宗门？没错，正魔大战在即，玄南会在上等宗门中选出第一宗门，带领玄南抗衡北牧的女魔头。山海宗一个元婴期的武武，凭什么跟上等宗门一起竞选？第一宗门的评估标准不单是元婴数量，还有另外3个维度：灵石、法宝和灵种。如今山海宗能拿出20万极品灵石，绝对有竞选的资格。是哪个宗门要来竞选？二伯，徐烨，你们完了！我二伯可是上一届抗魔联盟的盟主，收拾你们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。二伯，就是这个山海宗的下等小宗门，要来跟你的巧手宗抢第一宗门。既然满足资格，那就一起参选。二伯，您说什么？商会长说的对，既然能拿出20万极品灵石，不竞选第一宗门确实可惜了。明日3大宗门将一同前往求妖岛寻宝，以此增强宗门实力，做最后冲刺。山海宗既有竞选之意，那就一同出发吧。求妖岛，那可是元婴境界才敢去的秘境。我们山海宗如今一个元婴都没有。既然是寻宝，那山海宗明日一定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徐道友真是胆识过人。那我们明日联盟大殿见，一同出发求妖岛。二伯，您明知道我跟山海宗不对付，为什么还要邀请他们一起去寻宝？哼，你这傻小子，你还真以为二伯是带他们去寻宝？那姓徐身上可是有20万极品灵石，邀他去求妖岛寻宝，不过是找个地方把他那20万灵石给吞了。原来如此。原来徐烨的底气来自于丰厚的家底，虽然不是功法或是法宝灵宠那类硬实力，但也算是给宗门长了一回脸面啊。莫长老，只要你喝下星辰玉露，就能恢复元婴之躯了。这玉露何等珍贵，就不要浪费在为师身上了。可是，现在山海宗最快能拥有的一个元婴期，就是长老你啊！我一个即将作化的元婴，与其用在我身上，不如留给你们年轻人。未来比眼前更重要啊！山海宗虽然没什么杀伐功法，没什么宝物灵宠，但如今能够自保就已经很好了。咱们山海宗不用争什么第一宗门，能自保就很好了。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的求妖岛寻宝，就当去看看热闹，别受伤就好。放心吧，明天本座会让山海宗成为第一宗门，让你们在玄南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。真是有几个灵石就说大话了。不过你这次确实帮宗门立了功，随为师来吧。之前为师答应过你，你为宗门立功后，为师就奖励你。为师说到做到。果真？本座终于要突破炼灵期了。你急什么？我还没弄好呢，你先放开我！不行，本座等这一刻等了上千年，等不及了。我都还没拿出来，你这般急又有何用？平日见你千般高冷，没想到这种事上你倒喜欢主动。来吧，你先把眼睛闭上。闭眼，真是调皮。现在把眼睛睁开吧。念你为宗门立功，山海宗闭门功法，或者山海宗副正长之位，你2选1。你为何把衣服穿上了？不是要双修吗？徐烨，你花了20万极品灵石，就为了跟我双修一次？那不然呢？
是灵石不够吗？我这还有20。滚！山海宗真是好大的面子，竟让玄南3大宗门在此干等。各位前辈见谅，晚辈佩灵修为尚浅，玉光之术不精，故而来迟，望前辈海涵。知道修为低就好，待会儿宝物分配，你们山海宗得等我们3大宗跳完了才能分。既然人齐了，我就宣布这次传送至求妖岛要寻的宝物——妖丹。妖丹，妖丹可是提升宗门实力的硬通货，进一步能让宗门获得元婴期战力，退一步能换半个宗门的灵石。所以修仙界也有说法，宗门分2种，一种是拥有妖丹的中上等宗门，一种是没有妖丹的下等小宗门。拥有多少妖丹，决定了宗门实力的高度。妖丹固然是好东西，可这妖丹只有元婴级的大妖才有。想要取妖丹，就必须杀掉一个元婴级大妖。虽然今天来的都是元婴级，但同阶修为战力，妖族要比我们人族高出半个小境界。如今市面上出现的妖丹，都是当年天尊驱赶斩杀妖族时留下的战利品。我们贸然去取妖丹，若是遇到元婴后期的大妖，怕是宝没寻到，命倒要搭进去半条。既然雷某邀请各位代表前来，自然是有万全之策。求妖岛如今有数个即将作化的大妖，实力皆倒退了一个小境界不等。我们几人一起联手取一颗妖丹，岂不简单？一起联手，妖丹只有1颗，怎么分？时间与精力都不够杀第2只大妖。莫不是雷宗主想让我们给你打下手吧？雷某方才说了，岛上有数个即将作化的大妖。既然各位怕吃亏，可以各自取宝，不必同行。我赞同，那就各凭本事，谁取到妖丹就是谁的。我也赞同。如今3大宗门各自拥有2颗妖丹，就看谁先取到第3颗妖丹，定下谁是第1宗门，统领抗魔盟。这个最弱的大妖就交给你们山海宗吧。妖丹成色可能次了些，只有半颗之实，但你们山海宗毕竟没有元婴修士，也不宜挑战太强。谢雷宗主照顾，晚辈感激不尽。那就各自出发取宝，3天后回到大殿分胜负。这大妖原本是元婴初期，倒退一个小境就是结丹后期，说不定和张凯、小娟联手，真有机会拿下这颗半成品的妖丹。玄南这些宗门真是蠢到家了。若真有即将做瓢的妖王，又怎么可能把地标分享出去？他们所去之地都是满血大妖，就算他们拿不下，也能把大妖消耗至大残。到时候我们再去捡现成的。若他们真侥幸拿下妖丹，那就更好办。我们直接杀人越货，二伯英明。就是这里了。雷宗主说，这个大妖只有结丹后期的修为，我们师兄弟几人一起联手，应该能有5成胜算。5成胜算，是没算上本座。算上你就只剩3成，没有你，我们胜算更多。要不是莫长老说你给宗门资助了灵石，我才不想带着你。本座当年斩妖除魔时，你们还在冲开裆裤呢。对付妖族可与对付人族修士不同，切莫有怜悯之心，需下手致命，方可罢休。我用你教？老是仗着大师姐在这装模作样，待会儿你可别插手，免得影响我发挥。张凯，你想干嘛？
虽然只是结丹实力的大妖，但切莫大意，应大家一同换剑阵应对。大师姐放心，这些天我偷偷加练了杀招，如今已一剑可斩所有结丹期。且慢，洞中之物绝不像他们所说只有结丹期之力。徐烨，你在瞎说什么？刚刚我跟师姐用神识扫过，就是一个结丹后期的老妖，你别想骗我，再不杀他就要作化了，到时候那半颗妖丹都没了。别怪本座没提醒你，这妖只是被封印了修为，你贸然动手，必会受伤。徐烨，我看你就是怕死，知道自己在妖族面前装不了，再给自己找台阶下。我现在就把这老妖斩了，到时看打谁的脸。去！我就说吧，徐烨就是怕死，才吓唬大家的。终于解封了，哈哈哈哈！被困了500年，终于重见天日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神识完全看不透这只大妖的修为？妖族本就善于隐藏气息，何况这妖至少在元婴期之上，你们差距太大，神识根本够不着。元婴期之上，那不就是化神期了？徐烨，你少在这吓唬大家！这妖有点东西，你们都站远点，不然打起来，本座无法保证不伤及你。徐烨，这次面对的是妖族，你别闹了，赶紧躲后面去。没人比本座更懂如何屠妖。要知道，玄南那10颗妖毒，都是本座屠杀妖族时留下的。徐烨，要是吹牛有功法，你一定是天下无敌。刚才我只是砍偏了，才让这妖侥幸活命，让我再试一次。都别闹了！现在一起集中灵力，使用剑阵，一定要不留余地，给致命一击。青竹剑阵，开！成功了！区区结丹剑阵，也想伤本王，真是笑话！蓝色的火焰，莫非是传说中的玄蓝冰焰？那可是妖王才有的火焰，莫非这只大妖是妖族的老祖妖王萧炎？取妖丹取到了妖王头上，大师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打不过就走，分头逃走，就算燃烧精血也得活下来，绝不能命丧于此。是。你为什么还不逃？本座能杀这小虫，为什么要逃？忘了你不会光盾。抱紧我，我带你逃。怎么了？好强的结界！我们出不去了。什么？哈哈哈哈！本王怎么可能舍得放你们走？吃下你们4个结丹期，正好能补充本王这些年丧失的法力。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在这里，得想办法。办法简单。徐烨，你有办法？有啊，杀了他不就行？徐烨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装会死啊？怎么混进了一个炼气期？真是扫兴。罢了，先吃3个结丹，垫垫肚子也行。徐烨，看来妖王没打你主意，你现在赶紧先跑。你这小虫，你若乖乖交出妖丹，本座可以饶你一命，让你苟活于世。徐烨，你疯了，干嘛要引火上身？小小人族竟敢如此放肆！若不是当年徐老魔多管闲事，本王早就踏平玄南，复兴妖族了。徐烨，赶紧往后躲！好可怕的威力！再来一击，怕是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
是我害了你们，说我不带你们来寻妖丹，也不至于落入此困境。敢伤我本座的人，畜生，你有取死之道。既然你这只炼气蝼蚁喜欢碍手碍脚，那就一起炼化吧。玄蓝冰焰是能秒掉元婴修士的法术，这一击下来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完了，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徐烨居然单手就挡下了妖王的玄蓝冰焰，不可能，能挡我神火的只有那老魔。方才说你有点东西，现在看来是本座高估你。你这个炼气蝼蚁，居然敢藐视我，找死！我没眼花吧？徐烨居然跟着妖王势均力敌，势均力敌。什么？徐烨居然险胜了妖王？看来本座不把他杀了，你们是不信他有多弱。我只是法力未恢复才被你们得逞，今天便放你们一马。想走？好快！哼，论速度，人族始终慢妖族半步。我这御风术能日行万里，你们追10年都追不上。等本王恢复灵力，再去找那炼气小矮算账。哦，是吗？什么？居然能比我还快？小虫，交出妖丹，本座可留你全尸。能单手挡住我的火焰，速度还在我之上，一口一个本座。莫非你是徐老魔？不，是徐天尊，徐天尊手下留命啊！我是您500年前困在囚妖岛的妖王啊！妖王？本座怎么对这个名字没印象？您当然没印象，妖王是妖族对我的尊称，您一般都叫我四脚虫。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当年那条化神大虫。是啊，天尊大人，您看，您都杀过我1次了，何必再杀1次呢？可不杀你，本座拿不到妖丹啊。妖丹容易，天尊大人想要，我前几年刚好抢了1颗，我送您便是。可是杀了你，本座就有2颗了。天尊大人啊，您就非杀我不可吗？要不小的给您当灵宠吧？当灵宠？对，只要天尊不杀我，小的愿意给您当灵宠。小的好歹也是化神期的妖王，只是被封印多年，法力尚未复原，才如此不堪。只要天尊开口收留，小的愿意终生守护天尊。本座倒不许你庇护，不过让你在佩灵身边，本座出手时倒是可以少些顾虑。谢天尊大人收留，谢天尊大人收留。以后本王不，小的以后就以天尊为首是干。以后你得听命于佩灵，若敢有2心，本座可不管你是什么化神期，照样灭了。是，小的明白，小的这化神期在天尊面前就是个弟弟。徐烨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儿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去追那妖王了。你说徐烨去追妖王了？别说胡话，那妖王就算法力丧失多年，好歹也是化神期的大妖，怎么可能被徐烨追？这不是在吗？你去哪儿了？这里可是囚妖岛，不能乱跑。本座去把刚才的小虫抓了回来。你真去追妖王了？他就在这儿，以后他就是你的灵宠，负责守护你。你是说这毛球就是刚才那个化神期的大妖？你才毛球，你全家都是毛球！不得放肆！以后佩灵就是你的主人。是，主人，我以后就是你的灵宠了。虽然不是什么高阶灵兽，但看你这么可爱，就收下你吧。虽然这次寻妖丹失败了，但好在大家都全身而退，也是幸事。谁说寻妖丹失败了？刚刚那妖王为了活命，用这颗妖丹作为交换。就那毛球给的东西，也能叫妖丹？大师姐，这是真妖丹！小娟别胡闹了，
整个玄南不到10颗妖丹，可想而知妖丹是多么稀有。徐烨这颗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什么？这妖丹居然是真的？成色不错，比3大宗宗的那些要好上一些。哈哈哈！没想到你们这群小辈居然能拿到了妖丹，真是让老夫很是意外。雷宗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本来只是想让你们当炮灰消耗一下那大妖，然后我跟二伯再捡现成的。没想到你们倒是走了狗屎运，居然真拿下了。有了这颗妖丹，老夫就能再次坐稳第一宗门，成为抗魔盟的盟主。老夫也不想为难你们，只要把妖丹交出来，老夫可以放你们走。雷天霸，你堂堂一宗之主，好意思抢晚辈的宝物，就不怕被其他宗门耻笑吗？哈哈，谁会相信你们山海宗有本事杀妖取丹？只要妖丹到了老夫手里，那就是老夫的。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！对方可是元婴后期巅峰，我们毫无胜算，别做无谓的挣扎。大师姐，这个妖丹可是能让山海宗一跃成为中等宗门啊！这机缘不属于我们，强求不得。雷宗主，这妖丹还于您，还请雷宗主高抬贵手。不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既然你们不讲道理，那本座也不必客气。听说你们宗门也有2颗妖丹，只要你们把妖丹交出来，本座可以高抬贵手饶你们。徐烨，你疯了吗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哈哈哈哈！之前听婵儿说你个炼气期是个狂徒之辈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既然这样，婵儿动手吧。太好了，二伯，我正好有些旧账要跟这个炼气媚物算算。确定是你跟我打？本座一旦出手，可没法保证你能活着。少在这狂妄了！我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元婴期，杀你简直易如反掌。废话真多。徐烨的功法何时如此了得，竟然能一招秒杀雷禅！老婆救我！我的腿！可不是人界的功法，莫非这徐烨是在扮猪吃老虎？未知底细前，还是走为上策。现在你们山海宗一个元婴也没有，这个妖丹留给你们罢了。二伯，你就不打算帮我报仇吗？让你们走了吗？是不是忘了留下什么？是。可恶！没想到那大妖如此难缠。妖丹没取到不说，还差点搭进去一个元婴长老。这一轮寻宝，想必大家都没收获吧？既然我们3大宗门的妖丹一样多，不如这次正魔大战，我们3宗一起带领，如何？这个提议好。谁跟你们妖丹一样多？山海宗3颗青绿黄粉3颗妖丹。现在你们说，谁才是第一宗门？一日之间获得3颗妖丹，这山海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按出发前所说，哪个宗门妖丹最多，就成为第一宗。那这届抗魔盟的盟主之位，也应落在山海宗的新宗主穆佩灵身上。你们还不参见新盟主？慢！虽然你山海宗确实妖丹最多，但论宗门实力，元婴战力不如我红火宗，功法威力不如斗异宗，法宝灵宠不如千手宗。若是让你们带领玄南，怕是许多宗门不服。不如将你们的妖丹分于我们3大宗门，这才是对整个玄南好，对正魔大战好。这个提议好。就算那徐烨再强，也不可能打得过3大宗门联手啊！老夫也同意。你们3大宗门这是要联手欺负我们山海宗？难不成你们山海宗不服，
想比试不成？三位宗主息怒息怒，我们山海宗怎敢与三大宗门比试呢？不是说让你们重在参与吗？争什么第一宗门？你们有能力带领玄南吗？哼，算你识相。那这次正魔大战就安排你们山海宗当后勤部队吧。莫某替山海宗谢过几位宗主。且慢，既然三大宗门说的自己如此了得，那本座还真想比试比试。几位宗主莫当真，我这徒孙一时胡言乱语。既然说了比试，那就得比试。上次被你假冒天尊占了便宜，今天我一定要借此机会拿回场子。说吧，你想跟谁先比？一个个上太浪费时间了，你们三个一起上。哈哈哈！一个炼气期如此狂妄，那老夫就先来会会你。什么？徐烨，你连手都不用就秒杀了一个元婴后期？炼气骗子，在我双灵阵法面前，必将打回原形。什么？徐烨，你居然拥有5种属性的阵法！后期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还剩一个了。可恶！只能拿出宗门至宝试一试了。是看守宗的压枪底灵宠血灵白虎，听说战力堪比一个元婴巅峰。什么？徐烨居然还有化神期的灵宠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是我们输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饶我们一命吧。不巧啊，本座没有原谅的习惯。徐烨，就算你再有本事，也没必要跟三大宗门撕破脸。更何况正魔大战将至，还是点到为止吧。莫大哥，你帮我们说句话吧。对呀，莫大哥，我们真的认输了，别打了。徐烨，既然他们认输了，就停手吧。多谢莫大哥，但你们不留下一颗妖丹，就这么拍拍屁股就走，也未免太不把我山海宗放在眼里了吧？莫长老平日不是教导我们要行事低调、和睦待人吗？对了，您前几天还说咱们能忍则忍，别跟人争长短。那是因为之前实力不如人，才教你们保命之道。如今我们宗门有这么厉害的徐烨在，还忘个屁妖！妖丹果真是好东西啊！赤虎眼，血魂愁，她是北牧魔道的女魔头。一口一个女魔头，你们玄南的男人真是粗鄙。我乃北梦圣女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洛上师。大胆魔族，竟敢入侵到玄南腹地！是魔族的幻神术，可以千里之外控制元神行动。今天来，除了笑纳这些妖丹，还有一件事宣布。我北梦大军3天后正式攻打玄南，若你们不敢出战，只需拱手交上玄南灵脉即可。可恶，北牧魔道还是打了过来。你去哪儿？本座去端了北牧，把妖丹拿回来，助你晋升元婴。哼，就算你今天能打赢我们3个，但凭一人就想灭掉魔道，也未免太张狂了。就是，北牧魔道何止数百元婴，更有化神期坐镇先锋。那是有点棘手，可能需要花3天吧。呵呵，3天灭掉魔道，就算是天尊大人来了，也不敢说这种大话。天尊大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
天尊，本部想插手你们人界之事，奈何那女魔头坏了本座双修之事。佩灵，等本座3天回来与你双修。许烨，居然就是我们要找的天尊。北木圣女，有点意思。